日前，小米在台湾推出他们今年第一波新机，也就是上一期节目介绍的红米 Note 14系列。虽然这系列是以中阶入门为走向，但特别是在最高阶的红米 Note 14 Pro Plus 中，加入了非常多的 AI 功能，似乎也预告接下来即将在台湾推出的小米15系列应该会有更多的 AI 功能。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看看这些 AI 功能的效果。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上期节目中有预告将会进行红米 Note 14 Pro Plus 的 AI 功能实测，所以这几天花了一些时间玩了一下哦。其实一开始看到 Note 14 Pro Plus 的时候啊，毕竟是中阶机种啊，其实对于长期我玩旗舰机种的我啊，就是有点没有什么感觉哦。但这次居然来了那么多的 AI 功能，当然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内建 Google Gemini AI， 还有画圈搜寻功能。这个现在目前的所有旗舰机种都会有，不过在中阶机也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哦。那在图片处理的部分呢，就是 AI 魔法消除 Pro， 也就是 AI 魔法橡皮擦的意思啦。然后还有 AI 智慧扩图、AI 幻天哦，还有 AI 智慧成片。翻译类有着 AI 同声传译，还有 AI 字幕。文书工作类则有着 AI 录音、AI 笔记。当然啦，功能多，效果要好才有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实测效果，分享给大家。AI 图片处理是各品牌手机最主打的项目，毕竟这是大家最常用的功能之一。这次红米 Note 14 Pro Plus 带来了 AI 魔法消除 Pro， 还有 AI 智慧扩图、AI 魔法幻天，还有 AI 智慧成片。其中 AI 魔法消除跟智慧扩图啊，是蛮值得好好测一下的功能啊。毕竟这考验着生成图片的能力，也考验到处理器的能力。不过可惜的是啊，智慧扩图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推出就上线哦。这听说应该可能会在2月、3月才会上线。那我们来看一下 AI 魔法消除功能哦。红米 Note 14 Pro Plus 的 AI 魔法消除功能，只要点进相簿中选择图片，按下编辑之后再按下 AI， 就会出现魔法消除。那功能中有着手动消除、智慧去雾、智慧去线、智慧去人，都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来使用啊。那其中智慧去人的部分，它会自动去侦测，所以这个是还蛮聪明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实测。用的图当然就是之前在 AI 橡皮擦 PK 的那些图啊，那看它的表现啊，有没有那3款旗舰机要来得好哦。一开始来个单纯场景就去除红豆机，去除后其实去的算干净的啦，不过有一些残影的感觉，但至少没有生成奇怪的东西啊。那这一点我就觉得可以，这个及格了哈，第一关及格。那第二章呢是去除道路中的人。那去除后的整个背景其实生成的很自然，也不错哦。那所以这个场景的表现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第3张图的难度比较高，要去除人之后，还要还原后面装置艺术的样子。那这张照片处理起来就完全不行啊，完全没有符合期待，而且这是乱涂抹一通啊哦。所以这个第3张图背景生成的部分，我觉得不 OK。那最后一张图呢，则是要去除广场上所有的人。那自动辨识圈起来之后，按下一键消除啊，其实并没有清除的很干净啊。整体表现虽然没有之前测的 X200 Pro 还有 Find X8 Pro 好，但这一类装置运算的 AI 功能还是很吃 AI 处理器的效能啊。以 Note 14 Pro Plus 的中阶等级来说，我觉得这个给过了啦。如果是以分数的话，我算是在65到70分之间，我觉得是可以的。还蛮好用的啦。AI 魔法幻天这个功能虽然说一般的 App 都会有啊，但大部分都需要费用才会解锁。但现在红米 Note 14 Pro Plus 就有这个功能，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用的哦。使用方式直接在项目中选择有天空背景的照片后，按下编辑，进入 AI 功能，就可以看到魔法幻天。那魔法幻天会有4个场景，分别是晴空、傍晚、夜景还有动态。其中的动态非常有趣哦，等等，还给大家。实测之前在巴黎拍的照片，在大家常用的晴空场景中有个智慧晴天模式，这个模式它会随机产生晴天的背景，我觉得蛮好用的。另外也可以自行变动晴天的比例来产生不同的氛围。那这样子的比例啊，你就可以让天空比较不会那么单调哦，只会每次都产生一样的图。那傍晚的模式呢，在色温的变动会比较大，在不同色温的天色下，非天空的部分呢也会跟着天色调整。这点我觉得做得蛮好的，让照片整个看起来更自然，才不会那么突兀。
夜景的部分啊，前景也会跟着天色进行变化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啊，当产生新轨的时候，轨道并没有画到建筑物上，所以在天空的辨识程度真的还蛮不错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有趣的，就是动态模式。这个模式底下会把天空变成动态哦，并加上音乐变成影片啊。那其中有一个叫烟花的场景啊，还真的给你放烟火，还有音效哦。所以我们就直接让大家看一下生成后的影片。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动态模式怎么样？我自己还蛮喜欢用这个功能的。那因为像大家如果有在做什么婚礼的影片的时候，那新人可能提供给大家的都是一些静态的素材，或是说我们以前根本就只有照片而已，没有什么动态的素材。把这些静态素材放到这里面去动一下之后呢，至少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单调。那像是我们有时候在拍一些片子，要想有一些 B-roll 的画面的话，那这些也可以拿来当素材使用哦。所以这个是算是实用的功能。那 AI 智慧成片功能呢？要先从相片中选择多张照片之后，输入自己想要的风格描述哦，那影片就会大概依照你的描述进行编辑。另外也可以调整影片输出的比例啊，那这功能也算实用啦。我直接分享制作完成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AI 翻译是非常实用的工具，这是红米 Note 14 Pro Plus 带来 AI 同声传译，还有 AI 字幕，这两个功能都可以在下拉选单中找到。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可以滑到最下方之后按一下编辑，就可以把这两个功能加到列表中。我们先来看一下 AI 字幕，它可以选择来源语言啊，虽然支援多国语言，但中文部分只有普通话，也就是简体版本哦。那另外也可以直接翻译成不同语言，音源的部分呢，可以直接从系统中截取，也可以收取外面的声音。那例如说啊，像在演讲或是会议的时候，你就可以进行即时口译的功能。那我们直接来实测小米官方的英文影片啊，选择翻译成普通话。那以英文来说，辨识的成功率非常的高啊，唯一错误的地方也是发音相当接近的字哦。不过呢，其实整体的翻译速度，我觉得没有太快。如果是你在看电影或是影集类，把它当成字幕的话，我觉得字幕会跟不上讲话速度哦。所以其实这样整个剧情会搭不太起来。所以以观看影片的实用性来说，我觉得不高。但是如果你是看演讲的影片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的。那当结束字幕功能之后，它会把刚刚所听到还有翻译的都保留下来。所以如果在演讲或是会议场合，那这个功能就会比较实用一些。但我等一等会再介绍更好用的东西哦。那同声传译部分，中文也只有普通话，语系资源啊跟 AI 字幕其实都相同。那功能部分也可以让双方的语文啊在同一面啊，也可以面对面哦。那面对面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操作，所以比较好用。那我实测订房时的英文对话，用语速比较慢的方式进行啊，整体翻译品质算是还不错，相当完整哦。那当讲完了之后，也能在短时间翻译成对方语言并播放声音。来，直接看实测最快。Good morning, sir.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早上好，先生。今天我能帮你什么忙呢早安，我想知道今晚还有空房吗？Good morning. I wonder if there are any rooms available tonight.？What types of room are you looking for? 您在寻找什么类型的房间我们有两个人，所以双床房或是一张双人床的房间都可以。？There were two of us, so either a twin room or a room with a double bed would work. 整体来说，英文的辨识度会比中文高非常的多，毕竟中文真的是全世界最难的语言。至于翻译功能部分，会不会有台湾话的中文还不知道。如果大家有期待的话，就直接到他们粉丝团去敲碗最快哦。红米 Note 14 Pro Plus 的文书类 AI 功能，有着 AI 录音还有 AI 笔记。其实这两个功能呢，是我在国外出差采访的时候很好用的工具。
那通常我自己在采访的时候，我会做几个工作啊，就第一个是进行录音，那接着要去听一下录音，把它转成文字之后，然后再做一些翻译，那进行摘要跟整理。那现在透过这2个工具呢，就可以把我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那我们实测录制小米发表会上的内容啊，介绍是以英文进行的，直接打开录音机之后就可以开始录音。当录制完成之后呢，点选刚才的录音，按下文字，它就进行转译。那转译会需要一些时间，完成之后它就会变成逐字稿，那就是等于是完成我第一份工作，而且这逐字稿上面还会分不同的讲者哦。那我自己检查过这个逐字稿，发现错误，好像没有什么错误，还蛮厉害的。那这样子就已经完成逐字稿的整理。接着我就要进行翻译。可以把刚刚的逐字稿直接汇到笔记本中，再利用笔记本的 AI 翻译功能就可以进行。那在这个功能中啊，就有提供繁体中文的功能哦，准确率其实还蛮高的。不过有部分的字词并没有完全使用台湾习惯的用法，例如说台湾会用智慧手机，但翻译的内容依然还是使用智能手机。好，那当翻译完成之后，我们当然就要进行摘要。这是录制的内容来说啦，这整个摘要是做得非常好，毕竟这个内容比较短嘛那所以我觉得它翻译品质好，或是摘要品质好也是应该的，所以这个是还蛮符合我期待的内容。所以这2个工具其实还蛮推荐大家使用的。如果听演讲或是在课堂上呢，你就可以把内容录制下来变成逐字稿，并进行摘要，那就可以省下整理笔记的时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好功能。整体来说，最让我感到满意的还是文书类的 AI 录音还有 AI 笔记，不仅有台湾中文呢，而且无论是录音转录的准确度，或是摘要生成的精准度，目前看起来都还算不错哦。但在图像生成上，碍于处理器效能的关系，背景生成能力并没有太强。不过在单纯背景还有 AI 消除功能表现还不错，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还不敢推出 AI 破图的原因啦。毕竟这个有关于生成能力的问题哦。那同声传译跟字幕部分，这部分还需要看台湾小米是不是要把它弄成台湾中文。毕竟台湾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还习惯看繁体中文，还有台湾用语的哦。以上就是红米 Note 14 Pro Plus 的 AI 功能介绍，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asper，我们下期见喽，拜拜。